开包这个系列有没有流量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我会经常被问，每次出门背这么一个包到底装了啥。今天满足一下各位的好奇心，直接展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BRBD 的频道。安克的能量舱，罗德的 Wireless Go 3， Insta 360的 Ace Pro 2街拍套装， Moft 的手机支架，安克的磁吸充电宝，还有一款网红墨镜。包是幽蓝紫的小破包。电量焦虑2025年是真的没有了。自从我拿到这款安克能量舱2500毫安时160瓦的充电宝后，它真的就成了我出门干任何事儿时候的必备品。那么我为什么要随身携带呢？首先我想说，我是一个高效工作的家伙，所以安克能量舱的一罐解决多口输出的确可以让我工作更专注。如果需要户外剪辑和处理文件，它有自带的2条线，一条70厘米的伸缩线和一条30厘米的挂绳线，够长也够用。这就意味着你不用多带一条给电脑用的供电线。这能量舱具备能同时输出100瓦加65瓦的双口快充，所以我们的 MacBook 和手机或 iPad 能同时保持满血状态，无需来回切换接口。再加上它的 USB-A 接口，旧款的数据线也能直接用。我通常会把它用作 AirPods 或者 Apple Watch 的充电口，因为这类设备或许不需要过大的充电功率。这个事情我们日常还是要注意一下。它总共有4个充电口，如果日常设备没有超大功率的，也可以4口同充。720尼特的彩屏实时反馈，不充电时可以显示剩余电量、设备温度和电池健康；充电时可以实时显示输出功率和温度。双击后，它也可以切换涓流充电模式。但这些都不是让我买单的点。让我买单的点其实是一个很虚的功能，就是它居然可以提供一些情绪价值。单击电源键它会有一个小小的笑脸动态，如果你拉伸5次伸缩线，它居然会给你表情。我要承认，虽然这功能看上去没啥用，但我真的会有事儿没事儿就让它给我一个情绪反馈。大容量支持这事儿不用多说，能量舱一次充满后，我可以给 iPhone 连续充电4-5次，也能给相机电池和电脑各类补1-2次电，不需要找插座，也不用担心临时断电耽误进度，彻底打消了电量焦虑。智能功率分配这个看似没啥用的功能，其实对我来说挺有用。我总会同时连接着手机、平板、相机3个设备，所以无论能量舱的 AI 分配技术是否是噱头，它自动判断最优输出功率的呈现，我的确看到了，所以也不会因为我多充时而出现某个设备充电慢的情况。OK， 现在说说为啥我包里会带一套罗德的麦克风，罗德的 Wireless Go 3。关于罗德 Wireless Go 3的内容我还没有出，但我包中常备是因为它的32比特板载录音功能。带着罗德的 Wireless Go 3在身上的用途主要有3个，就是随时录 Talking。我可以随时随地的拿出 TX 端录制一些 Talking， 只要有灵感或者想表达阐述的观点，甚至不需要找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就可以搞定。收集音效，影片真的拍得好的朋友都清楚，音效在片子中的地位很重要，甚至在一些情况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但是网上免版权的音效素材还是很有限，所以莫不如出门的时候随手录制一些，既真实又可以避免版权纠纷和找不到音效。第3个就是板载录音功能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录音笔功能。罗德 Wireless Go 3的 TX 端自带存储，如果有需要，会议、协商、洽谈，或者是与甲方碰面时的具体需求，都可以及时录制，很方便。Insta 360 Ace Pro 2的街拍套装，摄影人必备。在没有实际工作的时候，当个玩具玩街拍也是一件挺享受的事儿。无论是照片、视频，也都驾驭得住。我很少带 Insta 360的原厂充电盒，是因为我带了安克能量舱，都是快充设备，所以不需要担心供电问题。如果在某处或者什么特定的环境下想拍一些内容， Insta 360的 Ace Pro 2加上 Tuta Max 的兔笼，罗德的 Wireless Go 3， 妥妥的自媒体生产力工具标配。虽然 Ace Pro 2搭配罗德的 Wireless Micro 更合理。 Moft 手机支架，估计很多人都刷到过，我用它可以直接将手机加持到第2机位的状态，如果有需要。 Apple Watch 操控手机， Moft 支架当做3脚架，横屏竖屏也都 OK， 想的话直接当做自拍杆也没问题。
磁吸的方式它也不会添加负担，就当随身带了一个轻便的手机三脚架。安克的磁吸充电宝虽然不是懂王同款，但真的好用，也有现阶段安全感带来的3C 认证，各位可以放心。毕竟现在一部手机可以做很多事儿，甚至可以直接用一部手机干起一个自媒体。用量多了，充电宝自然就随身了。相信屏幕前的很多朋友也早习惯了出门就要带充电宝的日子。iPhone 用户嘛，磁吸功能离不开。虽然有能量仓在，但作为特定场景下的无线材便携，我还是会首选磁吸充电宝。这块1万毫安时能够充2次，充完直接扔包里，用安克能量仓给它续命，掏出来又是一个好宝。还有一款网红墨镜，虽然出镜没戴过，但经常随身和日常，拍个照蛮酷，也挺适合女生。但是如果我脸再大点，可能就驾驭不了了。这包跟我有些年头了，幽兰子送的，也是一个国货的良心商家。当年忘了是什么梗，它被称为幽兰子小破包，但几年下来，它一直跟着我，就已经说明了它的耐造性极强。我用东西比较废，它这个面料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材质，但湿巾一擦就足够干净。背着也舒适，到哪儿一扔也不用担心被刮坏。其实眼尖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，我在小破包的侧面挂了一个小隼的快拆系统。是的，这就是小隼的 F38相机快拆件，一样用了很多年。和小隼有合作时候送的，现在应该出了新款。它的作用是配合小隼 F38的快拆底座，可以挂在相机。各位不需要问我它挂的牢不牢固。作为一个10几年长期拍摄特种行业的媒体人来说，它在这挂着就已足够说明它的强。如果各位有什么背包好物也可以分享，有什么生产力搭配也欢迎配图留言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们下期见。